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你是否曾想过，死亡和生存之间的界限究竟是什么？当我们踏入那片寂静的死亡世界，是不是也会陷入一场无法逃脱的循环？一个普通的年轻人，原本以为自己只是进入了一个普通的工作岗位，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生与死的无尽循环。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灵魂徘徊的故事，也是一个让人对生死和命运产生深刻反思的故事。你是否也曾在夜深人静时感受到某种看不见的目光，或者在某个角落听见莫名的叹息声？今晚让我们一起走进阿全的世界，见证一场灵异的揭示与心理的崩塌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，关掉所有灯光，放下手中的事情，跟随我一起进入这个充满神秘与恐怖的故事吧。阿全站在那家熟悉的小店门口，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新收到的一条消息。消息来自他的阿姨，你最近一直做散工，生活好像没什么起色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家里的负担还是要你来承担，不如去试试新加坡的那家殡仪馆工作。看着这条消息，阿全的心情复杂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散工、打零工，偶尔做些短期的杂活，赚的钱不多，生活也因此显得不稳定。他一直没能找到一个能让他安心下来的工作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，似乎一切都在指引着他迷失方向。年轻的他不愿意认输，但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选择。就这样吧，阿全心里暗暗想着，眉头微微皱起。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，学历也不高，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他从小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父母年纪渐大，身体也开始衰弱。他一直知道自己必须担起这个家的责任，父母的期望和生活的压力让他感到沉重，但他也清楚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。不过去新加坡的殡仪馆工作能行吗？他自言自语地轻叹一声，目光不禁飘向远处的天际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他犹豫了很久，殡仪馆那个死寂与阴影的地方，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，但又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和不安。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涉足这种行业，甚至从来没有想过生活中会有如此沉重的一刻，死去的灵魂，冷冰冰的遗体，这些都是他平日里尽量避免面对的东西。然而考虑到父母的身体状况，他知道自己现在不应该再拖延任何决定。无论如何，这份工作能给家里带来稳定的收入，或许他可以趁此机会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，找到一条出路，为了父母，也为了自己的未来。也许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，阿全暗自鼓励自己。心中的挣扎与恐惧渐渐被一种莫名的勇气替代，尽管他仍然无法摆脱对殡仪馆这个地方的疑虑和恐惧。那一晚，他躺在床上，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可能的场景，新的环境，陌生的人，甚至可能会遇到许多他从没想过的事情。夜色笼罩下，阿全的眼睛渐渐沉沉地闭上，他的心跳逐渐加速，无论是决定还是未曾触及的未知，都让他无法平静。如果这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，那我就抓住它吧，他告诉自己。翻了个身，心中却依然隐隐有些不安。他知道命运不会轻易让步。阿全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这座名为新民路的殡仪馆。这个地方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阴冷一些，灰色的外墙，暗淡的灯光，偶尔传来的低沉风声，仿佛将他吞噬在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中。这是你第一次来吧？一位中年男人走过来，微笑着打量阿全。我叫阿荣，今天会带你熟悉一下工作环境。阿全点了点头，尽管内心充满了不安，但他深知自己没有退路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。阿荣叔带着阿全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向一扇沉重的木门。门后传来了滴滴的机械声，偶尔夹杂着几声木板摩擦的声音，那是灵车经过的声音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气味，
夹杂着微弱的美味。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区域。阿荣叔推开门，转身对阿全说，在这里，你将会负责很多工作，包括搬运遗体、准备遗体的安置，还有一些清洁工作。阿全听得有些茫然，脑海中想着这份工作将如何安排，却没有注意到阿荣叔眼中微微闪过的一丝凝重。他的手在空气中画了个弧线，继续道，这份工作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，你要记住，有一些禁忌是必须遵守的。阿全的心头一紧，敏感的他立刻察觉到阿荣叔话语中的不同寻常。他抬起头，认真看着阿荣叔。禁忌？阿全忍不住问道，那是什么？阿荣叔的表情变得复杂，眼睛在阿全脸上扫了一眼后，似乎在犹豫是否该说下去。他停了一会儿，语气变得低沉，仿佛这话题触及到了某个敏感的地方。有些事说了不一定能理解，但我必须提醒你。他顿了顿，像是思考过后才慢慢开口，你要记住，做这个工作的人八字必须硬，明白吗？阿全愣住了，显然没有完全明白阿荣叔的意思。他还想继续问，却见阿荣叔突然神秘地瞥了他一眼，随即低声说道，如果八字不硬，容易见到不该见的东西，见到不该见的东西。阿全的心跳不由得加速，内心的一种不安开始蔓延开来。阿荣叔的眼神显得有些暗淡，他似乎在回想什么，又有些不愿提起。他转身走向一扇门，示意阿全跟上来。门后的冷藏室散发出一股冷冽的气息，仿佛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阿全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。这里是我们的冷藏室，阿荣叔低声解释，所有的遗体都暂时存放在这里，你必须要特别小心，千万不要乱动这里的东西。阿全跟着走进去，霎时间一股刺骨的寒气扑面而来。冷藏室里排列着几排大冰柜，每个冰柜上都有编号，沉重的金属门紧闭着，室内的温度极低，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。阿全感到有些压抑，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尖叫，但他还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每次进出冷藏室必须先做个小仪式。阿荣叔转身叮嘱，记住，你的心态必须稳定，否则你会不小心看到一些你不该看到的东西。阿全的脊背微微发凉，心中的不安感愈发强烈。他看着眼前这些安静的冰柜，突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恐惧感，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些模糊的念头。那些冰柜里究竟是什么？死去的灵魂，还是他不敢再想下去？阿荣说的语气变得更严肃了，记住，你做这份工作不仅要学会如何处理遗体，更要学会如何与他们相处。工作时间长了，你会明白的。他们。阿全忍不住开口询问。阿荣叔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目光中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。他微微叹了口气，有些人死后是无法安息的，他们会在这个世界游荡，直到心中的一切得到解脱。你若心态不稳，可能就会碰到他们。阿全听了心头一紧，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在逼迫他。那些话语仿佛带有某种无法言说的暗示，使得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真正适应这份工作。他不禁开始回忆起自己过去一些无厘头的经历，曾经在夜深人静时听到过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或者偶尔在走廊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倒影，有些不对劲。这些记忆像一根根细线，迅速拉回到他的意识中，让他突然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强烈的不安。随着阿荣叔的步伐越来越快，阿全突然意识到，这里每个角落都充满了让人无法言喻的阴冷与神秘。而这座殡仪馆或许并不像表面那样简单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抬头望向前方，心中暗自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，既然已经踏入了这个世界，就只能继续走下去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阿全刚开始适应殡仪馆的工作，白天的任务还算是简单，他会运送灵车，帮助整理灵堂，或者协助准备一些后续的葬礼事务。一切看似平静，
没有太多的波动，阿全的心情也相对稳定。只是当夜晚来临，整个殡仪馆陷入深沉的寂静时，阿全总能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那种压迫感似乎来自四面八方，仿佛有看不见的眼睛在默默注视着他。每当夜班值守，阿全的神经总会紧绷一些。他的工作是在一栋老旧的建筑内巡逻，检查是否有任何异常或需要处理的事情。夜色掩映下，殡仪馆的走廊显得格外空旷和冷清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四周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让人不禁感到有些不安。最让阿全困扰的便是那个冷藏室。每当他经过那扇厚重的金属门时，总会听见隐隐的低声叹息，仿佛有人在屋内默默叹息，悲伤又无奈。有时那扇冰冷的门也会微微晃动，发出嘎吱的声音，仿佛有人在里面轻轻推着他。阿全不止一次停下来，凝视着那扇门，心脏跳动得越来越急促，仿佛有一股不明的力量在召唤他靠近。但是而荣叔曾告诫过他，冷藏室是禁地，绝不可随便打开。阿全硬生生将心头的恐惧压了下去，告诉自己只是错觉。于是他决定忽视那些声音和晃动，尽量让自己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种无法摆脱的恐惧感竟开始悄然滋生。某个晚上，阿全如往常一样巡视着这座空旷的殡仪馆。当他经过冷藏室时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心脏猛地一跳。透过半开的小窗，他看见了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站在冷藏室门前，目光呆滞，似乎在默默地注视着里面的冰柜。阿全的眼睛瞪大了，心跳加速，仿佛有一股冰冷的气息从心头蔓延开来，浑身的汗毛竖立。他猛地转过身，快速地走开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或许是太累了，或许是他太过紧张，总之那男人一定是他错看了。但不管怎样，阿全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轻松地走过那扇冷藏室的大门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阿全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那一幕。冷藏室里那黑衣男人的身影仿佛就定格在他的脑海中，挥之不去。每当夜晚降临，阿全便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，他不敢再轻易走进那扇门。一次深夜，他就像往常一样经过冷藏室，尽量让自己不去理会那些低声的叹息。然而这一次，他心头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，叹息声变得更加清晰了，仿佛一个人在低声呢喃，而那扇冰冷的门也似乎在微微震动，发出一种诡异的声音。阿全的步伐越来越沉重，心脏跳得越来越快，他的呼吸急促了起来，双手微微发抖。就在此时，他猛地停下了脚步，回过头，眼神锁定在那扇冷藏室的门上。那扇门突然吱呀一声大开，里面漆黑一片，只有冷藏室内部微弱的灯光隐约可见。阿全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将他吸引过去，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开始迈向那道门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冷风吹过，阿全猛地回过神来，心头的恐惧像洪水般袭来，他赶紧后退，双手扶住墙壁，脑海一片空白，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，冷冽的空气灼烧着他每一寸肌肤。你怎么了？突然传来一个声音。阿全猛地回头，只见阿荣叔站在走廊的尽头，眼中带着一丝疑惑和不解。阿全勉强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没事，可能是太累了。阿荣叔没有追问，只是淡淡点了点头，走到他身边。你得适应这里，阿全，殡仪馆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，你要时刻保持冷静。阿全低下头，心头却充满了更深的疑虑。他开始怀疑，这座殡仪馆真的如阿荣叔所说的那样，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环境吗？还是这个地方隐藏着某种无法言喻的秘密？接下来的几天，阿全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敏感，尤其是每次经过冷藏室时，心跳都会加速。即使他不愿意承认，但那种恐惧的感觉愈加鲜明。他知道
自己已经深深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怪异漩涡之中。他开始怀疑，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深夜，殡仪馆的大厅被昏黄的灯光照亮，四周寂静无声。阿全坐在接待台前，眼皮渐沉，心中不禁有些疲倦。今天的工作有些繁琐，他刚完成了送别仪式的准备工作，剩下的便是守夜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4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进了殡仪馆，神情焦虑且严肃。阿全抬头看见他们走到接待台前，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寻常的急切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阿全有些疑惑地问。其中一位男人上前一步，声音低沉，我们是来看看我们的朋友，他刚刚去世了。我们听说 ET 已经被送到这里，我们想进去和他最后一面。阿全稍作停顿，心头隐隐感到一丝不安，但仍然保持冷静。很抱歉，按照规矩，我们通常只能在第2天早上进行遗体接见，现在时间已经很晚，可能不方便。男人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其中一位明显不满，眉头紧蹙。我们一定要见他，这个请求不可以推迟。他的话语中透着一种异常的坚持与焦虑。阿全感受到一股不祥的气息，但他依然坚持规矩。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这里是有规定的，我们只能等到明天。男人们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放弃了争辩，低声说了一句好吧，便转身离开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不到半小时，其中一位男人突然重新出现在殡仪馆门口。他穿着同样的黑色西装，脸色苍白，眼神有些迷离，仿佛迷失在这个世界之外。他走进大厅后，四处张望了一眼，然后径直朝阿全走来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阿全感到一阵困惑，同时也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。那名男人眼神空洞，低声说道：我没有地方去，我只想在这里等到天亮。他的声音低沉而含糊，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给人一种深深的不安感。阿全的心头一紧，虽然心中升起了几分不安，但他仍决定给这位男子一点空间。他能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毕竟殡仪馆里的人有时也会做出些无法控制的举动。于是他勉强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你可以在大厅坐一会儿，但请不要打扰其他地方。男人没有回应，只是机械了走到大厅的一角，坐在那张单薄的木椅上，双手垂在膝上，低头盯着地面，仿佛与这个世界完全脱离了联系。空气变得异常沉重，每一秒钟似乎都在无声地拖延着时间。阿全的视线不自觉地转向那个男人，他的身影静止如雕塑，似乎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夜色变得越来越深，殡仪馆的每个角落都笼罩在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中。阿全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与恐惧开始蔓延开来，仿佛空气中的每个分子都在无声地等待什么。他感到呼吸逐渐变得急促，四周的空间似乎在慢慢压缩，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他试图将注意力从男人的身影上移开，但总觉得那个男人就像是夜幕中的一块黑洞，将他的目光牢牢吸引过去。那男人依旧一动不动，仿佛在与这个世界隔绝。阿全开始觉得不对劲，那种静止的状态太过诡异，那种眼神空洞无神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安。此时他隐约听见大厅一侧的门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响声，那扇门通向后方的冷藏室。阿全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他不禁朝那扇门看去。门缓缓摇晃，似乎有一股风从里面吹了出来。他想站起身去查看，却又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紧紧束缚住。冷藏室那是禁忌之地，每次路过时，他都能感到一股不自然的寒气在里面徘徊。此刻，冷藏室的门再度摇晃，发出的响声比之前更为明显，似乎在呼唤着某种东西。阿全的目光转回大厅，那个男人依然坐在那里，目光空洞，仿佛并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变化。他的存在变得更加诡异和沉重，仿佛时间在他身边静止了一般。空气中的压迫感愈加强烈，阿全感觉到一股冷气穿透全身，
心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恐惧。与此同时，那名男人突然缓缓抬起了头，空洞的眼神直接锁定了阿全。他嘴巴微微张开，低声喃喃道：“他们也要来。”阿全的心脏猛地跳了起来，内心的恐惧涌上心头。他的眼前瞬间模糊，耳边的声音仿佛被重重压制，四周的一切变得越来越远。那个男人的脸上渐渐浮现出一种他无法理解的神情，仿佛不再是活人。而此刻，冷藏室的门又发出了更为明显的响动。第二天的早晨，阿全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，准备迎接早上前来去遗体的亲属。天还没有完全亮，殡仪馆的大厅依旧笼罩在阴冷的光线下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潮湿而沉闷的气息。阿全走进接待区，心情略有些沉重，因为昨晚的那名男人依旧让他感到不安。他清楚地记得那位男人在大厅一角静坐的模样，眼神空洞，仿佛一个失去灵魂的躯壳。但更让他不解的是，男人的最后那句话：“他们也要来。”这句话像一根无形的绳索，紧紧扯住了阿全的心，让他久久无法释怀。他环顾四周，发现昨晚那个男人不见了。大厅空无一人，连那张坐了整夜的木椅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阿全心中一阵不安，走向大厅的每个角落，焦急地寻找着那名男人的身影。他的脑海里似乎有一个空洞，昨晚的记忆就像被某种力量抹去一般，无法拼凑出完整的画面。难道是我太累，做了梦？阿全喃喃自语，试图安慰自己。他甩了甩头，决定不再纠结这些细节，尽管内心的疑虑没有消散。他从桌子上拿起文件，准备迎接今天的任务。不久后，昨晚来了3名男人准时抵达，他们的神情比昨晚更加沉重和凝重。他们一进门便直奔接待台，看向阿全：“我们来接走他。”阿全点了点头，心中却一阵悸动。他还没来得及问那名失踪的男人去哪了，那3个男人便默默地走进冷藏室的方向。阿全跟着他们走去，心中充满了困惑和焦虑。每走一步，阿全心里的压迫感便更重一分，仿佛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正等着他去发现。在冷藏室里，阿全和3名男人一起开始准备遗体交接的工作。当阿全打开冰柜时，眼前的遗体被整齐地安放着，面容平静，仿佛在睡梦中。然而，在他准备将遗体移至台面时，一股异常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瞬间让阿全的全身都绷紧了。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，突然感觉背后一阵寒意袭来，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盯住。他的视线在遗体上停留了1秒钟，随即瞪大了眼睛。遗体的面容，他那熟悉的面容，竟然与昨晚坐在大厅的男人一模一样。阿全的心脏剧烈跳动，血液仿佛在瞬间冻结。那张脸带着一丝僵硬的微笑，静静地看向他。即便是死者，阿全依旧能从那张面容中感觉到熟悉的压迫感，仿佛那张脸上写满了未解的谜团。他猛地后退一步，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惊恐。阿全心跳加速，视线再次落在那张遗体的脸上，而这时，遗体的眼睛似乎微微动了一下，仿佛在与他对视。那种寒冷、死寂的感觉再次侵蚀了阿全的神经。他就是昨晚那个男人。阿全低声自语，声音颤抖，他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硬，几乎无法呼吸。此时的他完全失去了理智，仿佛自己置身于一个无法逃脱的梦境。突然，遗体的眼神变得更加清明，仿佛灵魂的最后一丝意识被激活。阿全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双眼睛直直地盯着他，目光中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哀伤，似乎在告诉他什么，或者是在请求原谅。空气中的压迫感更加浓烈，仿佛所有的阴霾都汇聚在这一刻。就在这时，遗体的面容渐渐模糊，眼神变得越来越透明，最后整个身体似乎开始逐渐消散。阿全的眼前一阵温柔的风吹过，那股从冷藏室深处传来的寒气突然消散。阿全呆呆地站在原地，
心中充满了不知所措的恐惧与困惑。遗体消失前，似乎向他点了点头，仿佛是在感谢他。那一刹那，阿全只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哀伤和释然，仿佛那位灵魂找到了安息。他忍不住跌坐在地，双手撑住头，心中一片空白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昨晚的男人消失了身影，那的遗体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瞬间解开了某个谜团，但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困惑。阿全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，脑袋像是要爆炸一般。他抬起头，望着站在他面前的3名男人，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，反而脸上露出一种淡然的表情。你看见了？其中一名男人低声问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安慰。阿全的双手颤抖着，他想说些什么，却什么都说不出了。空气中的阴冷再次回到他的身体里，他仿佛陷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，无法挣脱。他终于走了。另一名男人轻声说道，仿佛是在讲述一件日常的事情。很多人死后都不愿离开，他们会一直留在自己熟悉的地方，直到最终接受自己已死的事实。阿全的双眼呆滞地望着他们，心头的恐惧与无力感让他无法回应。他再也无法辨清现实与幻象的界限，灵魂的纠缠，生死的无常，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。阿全坐在殡仪馆的后厅里，心情沉重，脑海中依然回荡着昨晚的情景。那张熟悉的面容，那股无法言喻的寒意，那个消散的灵体，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无法释怀。他的思绪被打乱了，似乎所有的常理都不再适用，这个世界变得模糊而无法琢磨。正当阿全还在挣扎着回忆昨晚发生的一切时，阿荣叔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一丝沉默的表情，眼神依旧深邃。他坐在阿全对面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轻声开口，你昨晚看到的是真的？阿全愣了一下，低下头，心中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惧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位男人，为什么他会出现在遗体前？他到底是谁？阿荣叔叹了口气，轻轻搓了搓手，语气变得更加沉重。很多刚去世的人，特别是那些死得突然或者未能接受死亡的人，都会徘徊在这个世界上，直到他们彻底接受自己的离世。他们的灵魂不愿离开，或者不明白自己已经死了。阿全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尽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殡仪馆？阿荣叔看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。你可以把殡仪馆看作是一个过渡的地方，这里充满了死者的气息，也充满了他们对未完成的愿望的执念。当死者无法面对自己的死亡时，他们往往会选择回来，回到他们熟悉的地方，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遗体，确认自己确实死去。阿全低下头，双手微微颤抖，心中却产生了一个无法言喻的痛苦。他开始理解了阿荣说的话，然而这种理解带来的却是更深的恐惧和困惑。每个人在死后是否都像那位男人一样，不愿放手，徘徊在这个世界上？死后的迷茫与无助，是否是每个灵魂都不可避免的结局？那是不是所有的死者都会经历这种事情？阿全的声音带着不安。阿荣叔点了点头，声音低沉，是的，尤其是那些因为意外死去的人，他们的灵魂还未准备好离开，或者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，直到有一天他们看到自己的遗体，才会真正明白一切。阿全闭上眼睛，脑海中闪过一个个死者的身影，那些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是否都曾经历过这种无法释怀的孤独？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，但又不得不面对这一切。但为什么我会看到他？阿全低声问道。他难道一直在看着我吗？阿荣叔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长时间的沉默着。他似乎在思考怎么措辞，最后才开口，并不是每个死者都会显现出来。你能看见他，是因为你的心灵足够敏感，或者说殡仪馆这份工作让你接触到了太多的生命与死亡，你开始能够感受到死者的存在。你要记住，死者的灵魂并没有恶意，
他们只是无法接受离开，无法接受那份无常。阿全听得心情沉重，眼前的世界变得愈发模糊。他开始思考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，曾经对于生死的逃避与不敢面对，忽然间涌上心头。他开始明白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眼前所见的物质世界，也有那些无法触及的灵魂与意识，在背后悄悄地观察与徘徊。每个人都会死，我们都无法逃避这一点。阿荣叔似乎看透了阿全内心的挣扎，但死并不是结束，它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或者说是一个新的旅程。当我们学会接受死亡，接受我们终将离开这个世界时，我们才会获得真正的解脱。阿全的眼中渐渐有了些许光芒，心中的困惑与恐惧依然存在，但他逐渐能感受到一种平静。这份平静并非源自对死亡的放弃，而是源自于对生命的真正理解与接纳。他开始明白，死亡并不只是一个消失的终点，它承载了更多的意义与责任。每一个灵魂的离去，都是对活着的人们的提醒，提醒我们珍惜每一刻，活得更加真实与充实。阿全的心中渐渐升起一种新的感悟，他不再畏惧死亡，而是学会了如何与之共存，如何在这片无常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我明白了，阿全低声说道，心中的恐惧已经不再那么压迫。他抬起头，露出了一个疲惫但坚定的微笑。死亡并非终结，它只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它，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更加真实，活得更加无悔。几周后的某个夜晚，阿全回到了自己的小公寓，继续过着他以往简单的生活。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再一样了。他坐在窗边，看着外面繁忙的街道，心中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。每天的工作虽然回归了平淡，但那股压迫感依然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他总能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存在，仿佛有某种力量悄无声息地注视着他，萦绕在他的周围。夜深人静时，阿全常常在黑暗中感到不安，他的耳边时常传来低语声，像是有人在他背后轻声呼唤，或是冷风无声地在空气中穿梭。每次他回头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那种感觉渐渐变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意念。尽管他努力保持镇定，但内心的恐惧与不安却越来越加深。某天深夜，阿全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阿荣叔的名字。拿起电话，阿全的心情略显沉重，却依然按下接听键。阿全，电话那头传了阿荣叔那熟悉的声音，你最近做得很好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已经适应了这份工作，8字硬，完全适合继续在殡仪馆工作。这句话就像是一道雷鸣般的震撼，猛地击中了阿全的心。他紧握住手机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8字硬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他开始意识到，他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年轻人，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，而是已经成了这个死寂世界的一部分，深深卷入了生死之间那无法逃脱的怪异循环中。我已经适应了吗？阿全轻声问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确定和迷茫。是的，阿全，阿荣叔的声音依然稳重，你已经接受了这一切，虽然你还不完全理解它，但这就是你现在的命运。你已经不再是那个简单的年轻人了，你现在能感受到生与死之间的界限。阿全沉默了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一天像这样被命运捉弄。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逃避生死、无所畏惧的人，而是已经踏入了一个更深、更不可知的世界，一个充满死亡阴影的世界。每一天，他都在这个循环中徘徊，面对着那些无法逃避的灵魂与未解的谜团。你将继续在这里工作，阿荣叔继续说道，你将见到更多的死者，了解更多关于生命和死亡的事情。当你学会放下恐惧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份工作其实是帮助灵魂获得平静。阿全的眼中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他感到一种空虚与孤独的力量在心中涌动。过去他总是躲避死亡，总是将它视为一个遥远的未知领域。
现在他终于明白，死亡并非完全的终结，而是另一个开始，而他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，无法再回头。他放下手机，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望着漆黑的夜空。外面的城市依旧灯火通明，仿佛一切都在继续运转，而他已经不再是其中一个简单的存在。他的心灵早已被这个世界的阴暗所触动，渐渐融入了生死之间的界限。阿全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仿佛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宁静。那种深深的宁静让他明白，无论是生还是死，都是自然的法则。活着的人害怕死亡，但死亡同样害怕未曾生活的灵魂。每一份离去都带着无法言喻的意义，推动着这个世界向前迈进。他开始理解那位消失的男人，那些无法释怀的灵魂，他们不过是想要看到自己活过的痕迹，确认自己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。而作为活着的人，阿全的责任便是理解他们，帮助他们放下未完成的执念，走向另一个旅程。我明白了，阿全轻轻低语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。这份工作，这个世界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的生命里。无论如何，他都必须继续走下去，走向那不可知的终点。阿全站在窗前，望着远方的星空，眼神渐渐变得空灵。他不再迷茫，不再恐惧，而是平静地接受自己已经成为这奇异世界一部分的事实。他深知，无论何时，生与死的界限最终都会交错在一起，带领每一个灵魂走向他们的终点，而他也将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。